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健次。那潘老师最近有没有刷到什么新的网络热梗呢？什么响尾蛇呀，什么测谎仪呀，有好多。最近大家脑洞很大。对，大家对那个相柳做了好多创作。那你自己在追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对那个你的评论或者弹幕？就什么给他一个测谎仪，他能想到大结局。还有什么？和像冷笑话那个。对，他很会讲冷笑话。从小我就要为生计奔波，有一次饿极了，一颗脑袋差一点就把另一颗脑袋吃了。真的？假的。之前你们工作室那个微博还回应了中国海洋大学用相柳转场招生嘛？如果说相柳他穿越到现代，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哇，那我觉得海洋大学很适合，很适合他。海洋专业是吧？他很了解海底的每一样东西，就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对，有个热梗就是年轻人的发疯工牌，就是你的粉丝已经给你创作了，说那个谭健次就是谭掌心，然后带薪追剧《长相思2》追起来。谭掌心带薪追剧《长相思2》追起来。那如果说你自己创作一个的话，或者说给那个防风被还有相柳创作，你会怎么想呢？柳不住，下班勿扰，各自安好。防风被干破防，也不是一点没收获，最起码收获的累。不错不错，很适合打工人的想法。你的粉丝说相柳有毛球，然后你有呆球，如果毛球和呆球打架的话，你觉得谁会赢呢？毛球和呆球打架，这不是送分题吗？呆球不被吃就不错了，还打架？那你要帮谁？那这会儿肯定要帮呆球，呆球是弱者啊。不然等都被吃了，结果把我也一块吃了，一起打包带走。呆球在《长相思》里面演个角色的话，你觉得他可以演点什么？演那个肥肥，很适合。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这2季下来，你觉得你心目中最名场面的一场戏是什么？哇，很难抉择哎，因为太多了。就老生常谈的那一场就不用说了，最后一场。对，那还有一些像海面的中箭啊，包括这个抢婚已经看到了，还有这个解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挺重场面的戏啊。那最后那场戏当时拍摄完之后，你当时什么心情？每天都心力交瘁，那时候特别热，每天就在那个山头上，然后特别晒，确实在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能够刺激出你的很多心态吧。你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一段是吧？我看到了，没有做后期的样子。你当时看的时候什么心情？觉得挺悲壮的。悲壮，对，就自己看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要更完美。对，期待值拉满。那大家现在也非常期待你的演唱会了嘛？有什么惊喜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吗？惊喜啊，会有改编，剩下的就不过多剧透了。每一个舞台都留有一些惊喜。粉丝也在说，如果是从你的2专里面点2首歌给相柳和防风被，你会选什么？他来了，他扛着音响走来了。防风被我觉得安又挺好的啊，比较浪漫，比较自由的感觉。因为在这条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可能就遇不到他。相柳除了大家网友已经剪辑了这个至暗时刻嘛，就是他打仗的时候放这个至暗时刻，但是有一首歌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缘分跟相柳，这个是在22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刚拍完《长相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首歌，就是《美丽的孤独》这首歌。对，你这么说感觉很适配。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听的时候，我会阴差阳错的去想到相柳，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世界有很多人不接纳他。美丽的孤独，我觉得就像是他喜欢上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女孩，然后离他很遥远，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他表达他的爱意，只能默默的去守护。我化作地脉，无所不在的相伴，就是那种歌词流淌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就觉得还挺有渊源。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这次也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所以其实相柳给你各方面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和改变。当然，每一个角色我扮演完角色也会反过来去反哺我很多，能感受到你真的很爱相柳。对，每个角色都爱。这次那个长相思真的要结束了嘛？就是和第1季当时结束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第1季的话结束的时候更多的是对第2季的期待和重逢嘛，这一季可能更多的是不舍。对观众不舍，对角色不舍，对故事不舍，也要谢谢相柳让我饰演了他，然后也要谢谢每一位喜欢看《长相思》的观众对《长相思》的喜爱和对相柳的喜爱。
我看到很多观众都说，就是也很感谢你演了相柳，就是我觉得是互相的，互相的。对，我也很感谢相柳。真的，这次要告别相柳了，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就是像刚刚说的，我说谢谢相柳让我饰演了他，也谢谢这个角色让我和这个角色能够相互成就。希望你在那一个平行世界里面能够安好。那你觉得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我觉得相柳应该是没有遗憾。他作为一个陈荣的军师，他的使命，他的重任，他都做到了。包括他也在这一路上遇到了心爱的人，遇到了亲情等等，这是他从来都没有奢望过的，但是他都拥有了，所以最后他只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就解脱了。就是相当于他想要的，其实他已经圆满的完成了。如果说谭安次想为相柳做一件事情，你想为他做点什么？替大家带个话吧，就是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都在为你流泪。其实现在各地文旅也非常火嘛。如果说有机会相柳来到现代，你带他比如说去个国内一日游，你想带他去哪玩呢？去北海，北海也是海啊。本地人当导游，要带他吃点什么，干点什么呢？吃点螺蛳粉，必须的，安排上。出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新的网络热梗？我有刷到说是无缘奥运。镜头回到赛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场的景选手非常有气势啊！3、2、1起跳，很可惜啊，正面入水，水花太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嘛，我说哎，这跟奥运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点开看，哦，水花太大了。对，我也没有想到大家会想到这个梗。大家说原因是因为9条那个尾巴就压不住水花吗？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尾巴很有重量。大家都说无缘奥运，那如果说来到现在参加奥运的话，你推荐他上什么项目呢？花样滑冰吧。滑冰为什么？是有什么特异技能吗？因为你想啊，它是狐狸嘛，然后呢，可以那个旋转是吗？不是狡猾呀，好，想不到吗？对啊，昨天开播之后有开始追吗？有开始追，说到做到，我一定看了，我一定会去看的。有看到大家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评论或者弹幕这种吗？突然间的讨论，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多都是啊，就是会可怜啊，然后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的，就比较招人疼这样。大荒首富涂山璟如果穿越到现代的话，你觉得他适合从事什么行业呢？金融了，金融，因为那个理财非常贵。对啊，他就是老本行嘛。如果说涂山璟和邓为一起创业的话，你们想做点什么？我觉得不管做什么的话，我得让涂山璟带着我，带着你一起赚钱是吧？大荒首富嘛，我觉得就是带我就 OK 了。都要抱紧涂山璟的大腿。对，我要跟紧他。涂山璟，我们工作室互动推荐可以报考经济管理学。那如果说叶17也来到现代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中医。他会抓药，然后他学习速度很快。如果说邓为要给小妖涂山璟送上一件大婚礼物的话，你会想送点什么？包个大红包吧。好实在的礼物，因为你想他们后面要隐居嘛，也是需要用到钱的。这刚刚说的是那个大婚随份子，那如果隐居后要给他们送一件礼物的话，送点什么？我觉得他们隐居后可能还是会开一个什么类似像回春堂这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店，对，现代的这种中医书吧，他们去研究一下之类的。涂山璟有9条尾巴嘛，他躺着的时候尾巴会硌人嘛，然后邓为最喜欢他哪条尾巴？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啊？你知道这都是哪里来的吗？你的粉丝提出来的，就大家的脑洞非常大。可是9条尾巴，首先大家平时的话也看不到，对不对？他肯定是把尾巴收起来了。其次，尾巴那么软，怎么可能会硌耶？胡胡说的对，那9尾狐哎，9条尾巴才完整哎，我觉得每一条都喜欢，都离不开呀。那如果非要选一条，就是要这么为难你呢？选不出来，不行。第一季说那个剧播的时候一定会去看的，那你平常的追剧姿势是怎样的呢？就正常的追剧啊，就正常对啊，如果躺着还是趴着还是怎么样看呢？那肯定是坐着看了如果让你来那个追剧的时候，在某一段发弹幕的话，你会在哪一段发点什么？乔斯真好看，真好看，就是刷屏，对，每一段都可以。如果说古代有单车，涂山璟会选择饭后散步还是饭前骑单车？还有点像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可以，饭前就是骑单车呀，这样骑完了以后正好饿了，促进食欲。
然后饭后吃饱了以后，饭后再去散步。你知道你的粉丝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吗？他说涂山璟肯定会选择饭前骑单车，因为他饭后肯定会刷碗。啊，我们家则是男耕男织，你只负责吃。那邓为会选什么？我都可以，都可以。邓为本人最不能接受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都可以，都可以。没有那种比如说香菜啊、葱花这种不能接受的吗？香菜、葱蒜，我其实都还蛮喜都欢喜欢吃的，所以就吃火锅的时候，这种调料里面都会加这些，都会加，而且会加很多。很多。对，重度患者吃火锅，你必点的菜 top 3都分别是什么？牛肉、脑花还有蟹柳。这3样是经常每次都要点，对，每次都要点最爱。最近其实那个各地文旅特别火嘛。如果说用涂山璟的方式打开内蒙古的话，你会怎么介绍？我觉得不用介绍，大家去就完事儿了。去就完事儿蓝天白云的，真的空气也很好。就像电脑那个 Windows 壁纸那个这个，我觉得很夸张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比那个还要蓝，很难，就很蓝，完全都不用加任何滤镜，不用加。如果介绍呼和浩特3样值得去的地方和3样美食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内蒙就还蛮值得去的，不用说是非得推荐，你来就对了。来就对了然后美食的话，我觉得是手扒肉，然后奶茶，还有奶酪饼。如果说带涂山璟和叶时七去那个内蒙旅游的话，你会带他们推荐玩点什么东西？那肯定是吃啊，这还用说？吃。对，吃。就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美食的话，还有什么要那尝？涮羊肉也有啊，羊肉串很多东西。那你会给他自己准备点什么美食吗？他们走的时候会给他们准备牛肉干吧，牛肉干就方便储存嘛，然后也可以随身携带，饿了以后随时拿出来吃一吃。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中的第2季的名场面是哪一场？其实每一场都是名场面。我在拍的时候，我当然就觉得每一场戏都很重要，会比第1季更虐。真的是刚刚说到就会很心疼那种感觉。1年过去了嘛，其实那这次迎接第2季和当时迎接第1季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你像第1季播的时候的话，你还会期待对有第2季，但是第2季播了，然后现在其实就会觉得有点不舍了，因为第2季播完以后就没有期待了，就是真正要跟大家结束了，没有第3季了。这次真正就是要告别涂山璟了，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希望我的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是开心、简单、快乐的生活。对他说的这句话也好深情，感觉好像每次聊起景，对他的感情就是很充沛那种。邓为他超爱。对呀，毕竟是我的涂山璟嘛。你觉得涂山璟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我觉得景是非常圆满的。如果邓为要为他完成一件事情，你想为他干点什么？我觉得没有需要我要为他完成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圆满，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对，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影响？我觉得有的，演了涂山璟嘛，然后跟他相处了也有大半年的时间，所以他教会了我会留意身边更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美好，冷静下来去理性客观的去考虑问题。你私下会是怎么样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呢？如果是在家的话，我可以去听歌，或者是看看 MV，看看电影这样子的。然后在外面的话，就是有的时候骑自行车啦。有一次我在横店啊，就是骑共享单车，下雨天我还去骑，结果还摔了一跤，现在腿上还有疤呢。腾讯视频出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紫。杨紫最近有没有刷到什么新的网络热梗呢？一场戏叫我清汤大老爷，对，老大爷。大老爷，大老爷。上次你们工作室回应了东南大学用小妖招生嘛，然后你觉得小六如果来到现代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旅游业吧。旅游业，应该他蛮想跑来跑去，让他玩一玩。那如果说有机会带他那个在现代就是进行1日游的话，你会推荐他去哪呢？来北京，来我家，我请他吃个饭。请他吃什么？豆汁儿？请他吃烤鸭。烤鸭。对。北京特色是《长相思》第2季里面你心目中的名场面呢？太多名场面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我觉得每集都有，都有名场面。拍下来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在这一季里面，当然还是小妖认母那场吧，因为我觉得他从头到尾，他这个根源就来源于他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妖他的一个圆满的句号。他跟自己和解了。
因为他见到了母亲，发现其实父母是很爱他的，所以那场戏我觉得应当是他的一个心结。我们其实已经看了，但是我看的时候真的也哭到不行，就那个啊，你们全看了？对对，全看了，看了特别感动那一场。那是杀青最后一场戏，那是杀青最后一场。对，那拍完那一场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就一直哭。导演喊那个，这是全剧杀青最后一个镜头，3、2、1，那个镜头就是要有我眼泪流，但我完全控制不住。他在喊之前，我也就流到不行了。就哭肿了，正好那个感情又到了这了，然后又是杀青。对对。第2季其实也有很多名台词嘛，可以给我们再还原一句你心目中那个最喜欢的一句名台词吗？他跟他哥哥有一句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夺，我都帮你争，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跟他哥哥的那场。他和苍玄呢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情绪非常浓烈的那种戏。是的。这次其实真的要告别长相思了，就是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既有一些不舍，但是也是一种觉得圆满了。对，因为这个戏其实22年开始拍的，到现在已经2年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小妖或者小六说的？我希望小妖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地很大，希望他可以自由自在。第2季结束和当时第1季结束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第1季就是你还有期待嘛，你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是伤感，但是你更多的是相逢。但是这一季好像就是真的要跟大家再见了。就是好像这个句号真的要画上了，对，感觉。那你觉得小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没有遗憾。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看，肯定各有各的不易，各有各的伤感。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物他们也完成了自己最好的宿命，这是他们最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遗憾了，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对对。如果说杨紫想为小妖完成一件事情，你想帮他做点什么？我可能想在他小的时候拉住他妈妈吧，或者是如果上了玉山以后，想告诉他那个是假的，你千万不要下山，可能会改变他一生，改变他一生的轨迹。对对。说杨紫是掌管暑期档的神，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就是恰好我的戏都在暑假播了，大家每次在暑假都能看到我，挺开心，老朋友，谢谢。就是但是压力也会很大。最近特别多用我们长相思的台词做文旅宣传视频嘛，你杀青之后选择找个地方去放松一下的话，你会去干嘛呢？杀青以后，可能先在家待一段时间吧，然后很想再去一趟西藏，因为之前去过一次西藏，但是当时高反，有些地方还没有逛明白就晕了想再去一下。西藏这个地方特别吸引你，就还是有些那个执念想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妈妈从小在西藏出生的，然后长到了10几岁才回到这个。回到北京吧，所以那是我妈妈的故乡，想再去那边看一看，找回一些记忆吧。妈妈，我上次我妈去了，但是我妈说，就跟我们形容，她说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现在都被拆掉了，她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感觉有一种想要去帮她重回一些原来的记忆的感觉。对，看她还有能不能遇到儿时的小伙伴的。如果说有时间你自己想挑战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会想做点什么呢？去蹦极。蹦极。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口高，而且胆子很小。我想说，那如果蹦极的话，应该是蛮厉害的。会真的想去做吗？不会。说嘴上说说而已。我觉得我还是我很惜命的。对，感觉蹦极是很多人想去尝试，但好像很难踏出那一步。随着自己年纪大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心脏啊、脑血管啊，受不受得了？对。推荐姊妹玩窝囊版蹦极。剧播完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怎样的心情？其实不知道耶，应该还蛮复杂的，又是开心又不舍吧，好像只能到当下那一刻才能够感受到。此刻我是希望，我好想看后面是一天全给我播完。你看又急，后台权限给你开出来。我都没有看过第2季，你自己都还没有看到全片是吗？没有。期待那跟大家一起追剧。好。到热度只突破3万的话，会想给大家准备点什么惊喜呢？突破3万，有什么惊喜啊？我最简单的每次自拍，对，自拍是最能完成的。但只要你做的粉丝都非常喜欢。对，谢谢。中国公安大学用苍玄招生嘛，如果苍玄来到现代报考的话，你推荐他报考什么专业？除了就是什么法学呀、政治啊，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苍玄需要特别去关注一下的一个专业，就是心理学。为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就急需调整一下，要开心一点，太苦了。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特别热的梗，就是年轻人的发疯公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然后就让你用给那个自己和苍玄分别想一个这样的公牌名字。张开嘴，要让苍玄勇敢把爱说出来。还有一个什么来着？玄心死，玄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也很适合。大家也对你的称呼从去年的表哥变成今年老公了，有什么想说的？跳过这一话题，跳过，不想面对。就是你每次面对大家的那个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这不还是在问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第2季你心目中的名场面是哪一场呢？凤凰林啊，对，然后还有我们俩一块跳华尔兹啊，包括就是播了的那个，我跟他说就是这些女人我都不要，我就只要你。对，我觉得都名场面。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那一场真的是，就我们看到之后，真的有被震撼到。这预告太早了，这太早了之后，期待了1年了。大家都特别期待，我压力特别大。这场戏起码我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到时候剪辑出来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就未知。我现在在后台，我们提前看到，我感觉真的有被他感动到。那你惨吗？撕心裂肺吗？对对，那你当时拍那场的时候，当时感受怎么样呢？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就替苍玄难受。替苍玄难受。报个心理学吧。报心理学吧。有没有哪场是你哭的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哭啊，我觉得对于苍玄而言，不代表说是流泪，心里的那种痛也是在哭。对，就是心在滴血，心在流泪，也是哭。感觉他心滴血了一截，一直在滴血，就快贫血了。贫血了，好有梗啊！你现在。就刷到有说那个你当时拍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九九哭到在地上那种很难出戏是吗？有这个印象吗？你记错了吧？可能在地上哭到九九不能出戏，这人不是我，是某妖，小妖。如果说改写结局的话，你希望苍玄的结局是怎样的？他想过平常人的生活，然后开一家酒铺，然后种田。我觉得这是剧里面苍玄自己说的，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结局，和小妖一起。但其实感觉他有点被架到那个位置啊，无法去选择这些。不是被架到那个位置，我觉得苍玄他的初衷是想守护他爱的人，所以他做了这样的牺牲。必须要去得到天下，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认为才能保护他自己爱的人。就我觉得他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那你觉得就是第2季的苍玄，他对小妖的情感有发生变化吗？没有，至始至终都是要守护他，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强迫小妖要去，怎么样。我当上帝王了，我下一个旨，我去迎娶你，没有。那你是如何看待他为小妖这一直以来这些付出的呢？如果是我的话，就张开嘴，你赶紧说吧。我看我都着急，就是你要说了，不能说，赶紧张嘴说。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想。先放手。小妖，小妖说好，那就是好。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要我的话，我就把爷爷劈走。爷爷刚要上场，劈走，一见清楚。第1季其实大家对苍玄更多有一些误解嘛，就是第2季其实大家理解了之后会更心疼。那对于这个转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误解，说明这个角色他人设上不是那么的讨巧，他在创作上说明他有难度。有了难度呢，他就激发了我的这个创作的欲望。对，就是我需要从剧本当中去发掘它更多能够让人喜爱的点，或连，或搞笑。哥哥，我刚刚看到你笑了。但是，总得去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我觉得反而挺好，挺好的。对，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个心疼他的时刻？我太心疼他，太心疼。我就看他那种第1季，那些隐忍的部分，对，然后为小妖付出的部分，为了家国天下的这些牺牲，我觉得这都是很可怜的。尤其我觉得到第2季更可怜。这种第2季真的是顺从小妖，守护他，爱而不得，这可怜，这可怜更放大化了。对，就是第2季他的那个情感浓度更强了，感觉。最后到隐忍的边缘的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后来又爆发了，一样会很心疼他。
这一次真的要告别长相思和苍玄了，现在是什么心情？也没有吧，这剧大家一直都能看，你今天看完了，你明天再接着看吧，也不告别。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作为演员来说嘛，这个角色好像真的要和自己告一段落了，有什么想对苍玄说的？我很舍不得这个角色，因为他对于我创作上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有难度的角色。对，希望观众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长相思》，哪怕它播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再度的安利身边的朋友，再回看一下《长相思》。那这一次结束，你觉得和当时第1季的时候结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第2季结束会难过一些，会难过一些，因为第1季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还有第2季，对，是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接受这一次的第1季的结束。那第2季结束确实是没有第3季，对，真的就是最后就真的要结束了，是真正的长相思的完结篇。那你觉得苍玄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遗憾没把爷爷送走，就是你的粉丝也特别关心你的腰伤，就现在怎么样了？不是腰伤，准确的说，它应该是那个背。背是背部，是背部好了，基本上好了。只要是不去举那些重物什么的，重物就指的是像鱼和魏老的那个重量的重物，就行。所以这是你平常那个，这是下一个活动要用的道具，但是一上手了之后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这是一个豆沙包啊，这是干嘛用的？这应该大家都明白是要干嘛？前2个字。